欢迎来到今天的图解指南，我是你们的导览员。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大家可能心里都在想，但又不敢面对的真实恐惧，那就是停打瘦瘦针之后的恐怖现实。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正在用这类减重针剂，听我说，你绝对会想把今天的解析看到最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要揭开这个残酷的真相，我还会用代谢内分泌专科医师的视角，带你建立一套安全而且有科学根据的退场机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你看荧幕上这段话，我终于靠打针瘦了15%，但一停药，那种排山倒海的饥饿感就把我吞噬了，体重计的数字甚至比以前更高。哇，这真的不是什么罕见个案哦。这几乎是所有依赖减重药物的人心里最深层的痛点跟噩梦。好不容易忍受了初期的恶心肠胃不适，体重终于达标，心想太好了，我终于可以把针头丢掉了。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一旦你突然停药，迎来的往往是完全失控的食欲，还有比以前更严重的复胖。这感觉就好像你签下了一份超级昂贵而且永远无法解约的瘦身订阅协议，对吧？好，那我们来看看科学数据到底怎么说。这绝对不是我在危言耸听哦，这可是来自 SURMOUNT-4 临床试验的真实硬数据。这个大大的14%代表什么？它代表着那些在减重巅峰期突然完全停药改用安慰剂的患者，在接下来短短的52周内，体重平均暴增了14%。稍微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等于是说，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你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减掉的2/3以上的体重，通通都长回来了，简直是场灾难啊！所以，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破除意志力迷思，来聊聊为什么你永远无法对抗生物本能。很多人复胖之后，其实会陷入一种非常深的自责，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太贪吃了？是不是我不够自律？但这正好完美说明了我们今天最需要打破的迷思。你看画面左边，传统社会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觉得这就是意志力薄弱。但拜托，别再这么想了。请看看右边的内分泌学观点，肥胖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大脑与代谢失调的慢性病。你想想看，我们的身体在漫长的人类演化中，早就设定好了一套不择手段对抗体重下降的生存机制，所以把复胖怪罪给自己不够自律，这在科学上真的是完全错误的视角。那你可能会问，停药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来，我们来认识这个关键角色——饥饿素。打针的时候，药物就像是帮你的食欲踩下了超级强力的刹车，但是当你突然停药，啪，这个刹车瞬间就被拔掉了。你的身体为了弥补之前少吃的那些热量，胃部就会疯狂分泌这种饥饿荷尔蒙。这可不是嘴馋而已哦，这是一种直接轰炸你大脑的化学信号，会产生一种排山倒海，你根本连挡都挡不住的进食冲动。医学上，我们把这叫做刹车失灵的连锁反应。我们来顺一下这个过程。首先，药物突然中断了，接着你原本被药物拖慢的胃蠕动瞬间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大脑的警报器狂响，侦测到，天哪，我们现在有极端的能量赤字。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引发完全无法控制的补偿性暴饮暴食。这是一整串极度精密的生物学瀑布反应。了解了这个机制，你就会恍然大悟，难怪患者会觉得失去理智。你想想，单靠所谓的意志力去对抗这种排山倒海的生物洪流，说真的，这在临床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呢，我们现在必须进行一次超重要的心态大转弯。拜托，别再把瘦瘦针当作那种可以擦掉所有脂肪的魔法橡皮擦了。相反的，你应该把它想象成什么？想象成你小时候学骑脚踏车的那种辅助轮。在使用药物的这段期间，你的食欲被打压下来了，这其实是你一生中无比珍贵的黄金无干扰期。你要趁着这个大好机会，把自己的代谢护城河给建起来，而不是只在旁边傻傻的等着体重掉下来哦。
既然观念通了，我们接着进入第二部分退场策略，教你如何达成无痛软着陆的3大任务。我们需要一个超级具体而且有科学根据的作战计划。为了让你未来能成功，永远的拆下这副辅助轮，我们设计了3个像打电动破关一样的主线任务。只要你乖乖按部就班完成这3个步骤，保卫肌肉、重塑环境，还有最后的软着陆，你就能安全下装啦。首先登场的是任务1，肌肉保卫战，这是在保护你最重要的代谢引擎。为什么保卫肌肉要排在第1位？来看看这个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数字，25%到30%。临床数据血淋淋地告诉我们，打这类针剂减掉的体重里面，竟然有多达将近1/3，其实是你身上超级宝贵的受体组织，也就是肌肉，而不只是脂肪而已。我的天，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的基础代谢率正在发生断崖式的暴跌。如果你不阻止这件事，等你一停药，你的身体就会用比以前更慢的速度在消耗热量，那复胖基本上就是命中注定的事了。那我们该怎么防御呢？其实很简单，这里有一份明确的临床处方。第一，你蛋白质一定要吃够，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取1.2到1.6克，而且你要聪明一点，把它平均分配到3餐，每餐大概吃个25到40克，这样才能让肌肉合成的效率开到最大。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每周必须做2到3次的主力训练，像是重训。为什么？因为你必须给身体一种强烈的机械性刺激，大声告诉他，喂，这些肌肉我还要用，你千万不能把它们流失掉啊！这样才能强迫身体保留肌肉，稳住你的代谢率。搞定肌肉之后，来到任务2，环境重塑系统。我们要来重新设计你的预设餐盘。你知道吗？当药物的蜜月期已过，那种想吃东西的食物噪音又回到你脑海里的时候，如果你还想靠意志力去撑，那绝对是死路一条。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趁着现在，趁着药效还在帮你压抑食欲，让你看到高糖高脂食物都没兴趣的这个黄金视窗期，彻底改造你的物理环境，把家里那些超加工食品通通清空，然后重新设计你的预设餐盘，让它被满满的蔬菜和瘦肉蛋白质填满，并且习惯把分量缩小到以前的1/3。只要你的周遭环境已经没有暴饮暴食的条件了，未来就算食欲大军来袭，你也有个坚固的堡垒可以守住。终于我们来到最后的任务3，软着陆。这是为了避免你的代谢系统全面坠毁。听好喽，已达到目标体重就兴奋的冷戒断，马上停药，这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这会让你的代谢系统像失速的飞机一样直接坠毁。正确的医疗减量策略就像是在开飞机降落，你需要的是平稳，慢慢的降低高度，而不是直接把引擎关掉，对吧？你可以跟你的医师讨论，从最高剂量慢慢往下调降，比如说从15毫克降到10毫克，过一阵子再降到7.5毫克，或者呢，你也可以改变打针的频率，从每周打1次，拉长到每2周打1次。重点是要给你的身体足够的时间去适应，才不会引发肌肉素那种核爆等级的大反扑。在这段慢慢减量的期间，你要紧盯着一条复胖警戒线，也就是体重的3%到5%。如果我在退场减量的这个月里面，你发现体重突然反弹超过了这个范围，注意，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生理信号，它在告诉你，嘿，主人，我的身体还没适应哦。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硬撑，你必须退回到上一阶的剂量，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直到你的身体真正准备好为止。你可能会想，如果我不照做会怎样？我们来看看英国医学期刊跟 Step One 研究的残酷数据。这可不只是体重计上的数字变难看而已哦，这个是攸关性命的健康风险。数据显示，完全停药1年后，不但体重会报复性反弹11.6%，你原先好不容易降下来的糖化血色素、血压还有血脂通通都会在1年半左右打回原形，回到用药前的高危险水平。因为内脏脂肪重新堆积，那些心血管疾病跟糖尿病的阴霾又会再度笼罩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严肃看待退场计划的原因。所以在今天的解析来到尾声的时候，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荧幕前的你。你是打算一辈子当自己身体的租客，无止境的每个月缴交高昂的瘦身订阅费呢？还是你要把握药物帮你争取到的这段宝贵时间，付诸行动，真正夺回身体的主导权，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己？瘦瘦针确实给了你一个很棒的开始，但说到底，最终能让你免于一辈子挨针的是你自己建立起来的生活系统。现在就去打造属于你的代谢护城河吧。